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我们看到这个普战士，这个是普通的领主。那我们来稍微快速介绍一下，它主要有特别地方是这个一次性的物品，提升护甲加30，近战防御加24，然后还有补血，每秒0.8%，持续21秒。让自己有的更好的续战能力。那这边有一个引导攻击，然后注入武器有弱化，弱化就是让对方近战的基本威力下降，然后破甲伤害也下降，然后并且让自己的近战攻击加24。然后最后还有这一个可以让范围内一个单位或者是自己的，但是单位是要虎战士才可以使用。那就上面有看到，武器基本伤害加25%，货甲伤害加25%，然后可以引发恐惧，非常好用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法师爪语者野兽系，野兽系就是我最喜欢带的，就是群鸦盛宴、琥珀之矛、卡唐变形术这3招，这3招是我最喜欢带的。如果是选野兽系的话，那我们这边再看一下，这边2队就是震弹。基本的骑兵单位蛮好用的，虽然说它写着反步兵，但是它没有对小型单位加成，有点可惜。那这边看一下是天宫师飞行单位，飞行单位要小心哦，通常很容易变成对方的第一个目标，所以不要太靠近对方的射击范围，要小心。虽然这边已经在炮兵的范围了，要注意。那正前方呢是翠玉勇士长期版本，总共出了4队，那后面还有一队是这次的新登场的人物虎爪铁爪虎战士。刚刚讲错了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它有反大加成，然后破甲伤害，然后破甲呢是高达38点，算不错，非常多。而且呢，它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技能，单位正在冲锋的时候会启动，冲锋速度加15%，然后移动速度加15%，冲锋加成再加上15%，再加上它有毁灭特袭，毁灭特袭这能力就非常恐怖，所以它不是傻傻的站着被人撞而已哦，它也是有撞人的本钱哦，它有毁灭特袭，所以它也是有撞人的本钱。那最后我们看一下是巨型加农炮。射程高达450，非常的远，而且它的弹道是比较低。第一个，然后它弹速也蛮快的，对方要闪比较不容易。然后这边看一下，这边是这个食人魔，这边森林里面放了一队碾杀者重型武器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账面数值，非常可怕。现在武器威力是高达158，这个基本上他想打谁就想打谁，然后护甲强度也是来到了120，冲锋加成来到88，所以跟他对撞非常危险啊！而且他是反大型加成，基本上如果他撞到骑兵的话，骑兵可能会直接飞出去哦。那这边呢，总共带了5队猪背骑手，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模组长相，为什么会这么称呼呢？是因为像不像2只孬精这样子骑在孬精身上？不过很可惜，它不是骑兵单位，它算是普通步兵单位，然后非常的便宜。那总共出了1、2、3、4、5队。这边呢是它的主力输出：食人魔蟒牛铁拳，那没有破甲，它的破甲伤害不是很高，所以它这边没有提到。不过就算没有到非常多，它的基本它的输出也是非常高啊。它的这边呢还有这个铅弹炮手，射程是高达200，以弓箭手来讲的话，这个距离算非常恐怖哦。这个200基本上是弓箭手来讲算是非常遥远的，而且它是有着不错的武器威力，有着破甲哦，它的是破甲伤害很高。我们最后来看一下，后面还有一队炮兵，孬精废料发射器，那射程距呢也是420，也算是蛮厉害的，非常遥远。我们最后要看一下这2个法师
屠夫巨口神是他们自己特别的魔法。我们这边看一下，他这边法术有莽牛杀手，提升单体能力，然后这个是属于爆炸型法术，然后最后这一个是更可怕的爆炸型法术。这个补血就很可怕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持续时间，是高达35秒哦。这个补下来会补非常多，所以说它的消耗是16，我觉得非常值得。好，我们最后看一下大金牙传奇领主。哦，他这边能力上面这边数值看起来很恐怖，而且还有这个怪物碰撞、魔法攻击，然后反大加成、破甲，基本上他打谁都可以啊。不过还是建议拿他去打大型单位。好，我们来开始进入作战了。刚开始双方都有炮兵，而且双方炮兵都有在400以上，所以就是炮兵对射时间。好，一刚开始2发先下来哦，先砸在对方的莽牛身上。啊，对方的废料发射机发射好像是打在虎战士，然后之后呢，他瞄准的是天宫师。天宫师的话，其实应该不太怕。飞行单位要看他的弹道那一种，他这种弹道会比较弯的话，这种幅度比较大，其实我觉得命中没有到很好。打飞行单位的时候，我会比较偏向于用这种加农炮、巨型加农炮这一种的，它的抛物线曲线不会到太大，所以我觉得用它会比较适合。而且再来就是它的弹速也算蛮快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种话比较适合去打像是单体巨兽或是打骑兵，因为弹速快的话，骑兵要躲掉比较不容易躲。我们这边看来是有一边忍不住哦，然后这边废料又丢了出去，但是好，看来是没有命中。我们这边继续射击啊，针对对方的这个铅弹炮手，因为对方这2个铅弹炮手如果没有处理掉，他的破坏能力会非常可怕。哦，又倒下了2个模组，那这个只剩下4个模组，那输出就非常有限了。哦，好像对有发现，但是在森林。如果在森林的话，你的这种弹药很容易会被卡住哦，所以基本上最好还是就是等对方走出来再射击哦。天宫师就没办法，因为天宫师是在空中单位。哦，对方这边已经开始冲撞了，刚的骑兵单位直接二话不说直接撞上来，撞到了这个新的单位，叫做铁爪虎战士。我们看一下，非常可怜啊！铁爪虎战士有着反大加成，他这样子打下来，其实自己非常的重创，这个是一定稳死的。然后这个猪背骑手打下来，其实也还好，所以我们这边这时候翠玉长戟兵直接包夹，这样子夹杀他会很快2胜8的。然后这边基本上打完了，然后这边这个做法非常正确啊，他一队比较便宜的单位去哑火对方的炮兵，啊，这边炮兵基本上就没了。人家这边士气不知道怎么很快就下来了。这边现在变成大混斗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的领主直接杀了出来去抓对方的单位。哦，他们的法师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作战本钱哦，不要小看哦。不要以为法师他的是法师这2个字就不能做错，没有，食人魔每个都是出大货，每个都很可怕。好，我们这边刚刚这边的单位基本上差不多快被打完了，你看几乎能跑都跑了，剩铁爪虎战士在这边勉强撑着。哦，大金牙这样子一扫，非常可怕。我们放慢速度看一下后面战场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！来不及了，
其实刚刚后面战场主要就是利用翠玉枪骑兵去抓对方的2队霰弹炮手，然后并且把对方的炮兵给抓掉，还有天宫师这3个主要去拦截对方后面。虽然说我方的炮兵也被处理掉啊，但是这样等于说算是一样的啦。对方弓箭手没了，炮兵也没了，然后现在翠勇，枪骑兵现在冲过来做一次背冲。哦，你看一下背冲下去，然后这边又放了群压盛宴，这个士气基本上直接见底。而且士气这种东西很容易连锁崩坏的，非常容易，尤其像是在领主，如果领主跑了或死了，那个连锁会非常快，而且非常恐怖。所以假设如果对方是不死族，能最好的话就是一刚开始尽全力斩杀对方领主。刚后面有看到对方其实健康单位其实还剩下不少，然后被冲一下士气大减，然后再加上群压盛宴一些东西这样子放下，一口气大减下去，然后士气连锁崩坏，直接蒸发。刚开始其实主要就是这个骑兵跟天宫师这3队有做到事情，有成功的把对方的霰弹炮手，然后还有这个炮兵给打掉，这3个很重要。如果这3个只要有留下的话，其实我方的这些前排单位会很难过。然后还有这个对方的骑兵没有撞好，其实他也没地方，他也没单位可以抓啦，基本上都是长骑兵，长骑兵他不管抓谁都不对，所以打食人魔基本上就是尽可能的出多一点反大，他们打这边食人魔打起来就会比较痛苦，要打也是可以打，但是就是打起来会非常痛苦。好了，以上那就是今天影片所有的内容啊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